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实用的话题，这个话题直接关系到你口袋里的每一分钱，而且是银行绝对不会主动告诉你，甚至有点不想让你知道的小秘密。你有没有觉得钱怎么赚都不够花？每个月都觉得薪水飞走了，却不知道飞去了哪里。别担心，今天我就要为你揭露银行绝对不会告诉你的10大省钱秘诀，小改变大财富。这可不是让你过苦日子，而是教你如何聪明消费，善用工具，把那些本来会悄悄溜走的钱通通抓回来，甚至让他们为你工作。我们会从第10名开始倒数，每一个秘诀都能让你感受到钱就在身边的乐趣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第10名，精打细算信用卡回馈。你是不是也跟很多人一样，皮夹里好几张信用卡，但每次刷卡都随便拿一张出来用？这可就浪费了你每笔消费背后藏着的回馈金了。银行当然希望你刷越多越好，但他们不会主动告诉你怎么刷才能把回馈最大化。想象一下，小陈每个月缴水电费、瓦斯费都用现金或千账金融卡，而小林呢，他有一张专门缴费享2%现金回馈的信用卡。假设一个月缴费3000块，小林一年就能多赚720块的回馈，这可是一顿大餐钱呢。又比如你爱网购，就要选网购高回馈的卡；你常出国，就要选海外消费高回馈的卡；你常去某家超市，就要选跟他有合作的联名卡。秘诀就在于了解你自己的消费习惯，然后对症下药，选择最适合的信用卡。你需要花一点时间研究各家银行的信用卡方案，看看哪些卡在哪些消费类别，例如网购、餐饮、加油、缴费，有最高的现金回馈、红利点数或航空里程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要为了回馈而过度消费，信用卡是支付工具，不是提款机。学会聪明用卡，就能让你的日常消费也帮你累积财富。第9名，善用数位账户高利活存。你的钱是不是都躺在一般的银行活存户头里？恭喜你，你的钱可能正在睡大觉，赚的利息少得可怜，甚至赶不上通货膨胀。银行当然欢迎你的钱放在传统活存，因为他们可以以超低的成本来运用你的资金。想象一下，小芳的紧急备用金有10万块，放在一般银行活存，年利率可能只有 0.1%， 甚至更低。一年下来，利息不到100块。而小华呢，他把这10万块存在一家提供 1.2% 数位账户高利活存的银行，一年下来，他能多赚1200块利息。这可是10倍的差距啊！现在很多银行为了吸引客户，都推出了数位账户，提供远高于传统活存的优惠利率，有些甚至能达到1%以上。这些账户通常没有实体存折，纯粹透过网络银行 App 操作，非常方便。他们的特点是开户简便，管理费低甚至免费，而且高利率通常有存款上限，但对于一般人的日常备用金来说，已经绰绰有余。秘诀就是花点时间比较各家银行的数位账户优惠方案，把那些短期内不会用到但又需要保持流动性的钱，例如紧急备用金、生活周转金，从传统活存转到这些高利数位账户。小小的转换就能让你的闲钱多赚好几倍。第8名，拆解银行手续费陷阱。你有没有计算过，每年光是银行收取的各种手续费就吃掉了你多少钱？跨行转账费、跨行提款费、信用卡年费、账户管理费，这些看似小额的费用，积少成多，一年下来可能比你赚的存款利息还要多。银行通常不会特地提醒你这些费用，毕竟这也是他们的营收来源之一。想象一下，小明每个月要帮爸妈转账3000块，每次都跨行转账15块手续费，一年下来就是180块。如果他拥有跨行转账优惠的数位账户，一个月享有几笔免手续费，就能轻松省下这笔钱。又比如，
有些信用卡虽然回馈高，但年费也很高。如果你消费金额不高，或者没有达到免年费的门槛，那高额年费可能就把你的回馈都吃光了。秘诀就是仔细阅读银行和信用卡的使用说明，了解所有可能产生的费用。跨行转账提款，善用银行 App 提供的免费跨转额度，或者使用有跨转优惠的数位账户，尽量减少小额高频的跨行操作。信用卡年费，确认你的信用卡是否有免年费的门槛，例如年消费达到一定金额，刷卡次数达到一定次数，如果没有达到，或者发现自己不常使用这张卡，就考虑减卡。账户管理费，某些外币账户或特定类型的账户可能会收取管理费，如果长期不使用或余额不足，可以考虑关闭。这些小钱虽然不起眼，但就像你水管漏水一样，一天漏一点，1年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数目。把这些漏财点堵上，你就能更有效地累积财富。第7名，善用政府小额补贴或优惠。你有没有听过，政府其实有很多针对民众的小额补贴或优惠方案，但很多人却因为不清楚、不了解而白白错过了。这些可都是你的权益，不领白不领啊！政府的补助五花八门，从育儿、购屋、职训到节能，种类非常多，但通常需要民众主动申请。想象一下，小王最近生了孩子，但他不知道政府有提供育儿津贴，每个月都能领一笔钱。而小李呢，他研究了政府网站，发现自己符合申请资格，每个月都能减轻一点奶粉钱的压力。又比如，你最近想买房子，如果有符合青年安心成家购屋贷款的资格，就能享有更优惠的房贷利率和较长的贷款期限，这几年下来能省下几十万的利息。再比如，你家换新家电，如果有符合节能家电退税或补助的品项，也能省下一笔钱。秘诀就是花时间关注政府机关的官方网站或社群平台，例如劳动部、内政部、经济部等，他们会定期发布最新的福利政策和申请办法。你也可以多向亲友打听，或者咨询社区里的服务中心。这些红包可能不会让你一夜致富，但却是实实在在能减轻生活负担、增加可支配收入的好帮手。别让你的权益睡着了，主动去挖掘这些你应得的小确幸。第6名，学会计算贷款的真实成本。许多人觉得贷款只要看利率高不高就好，但其实银行在贷款时除了利率，还可能藏着各种手续费、开办费、信用查询费，甚至提前还款的法则。这些隐藏费用如果没看清楚，可能会让你多付出不少钱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银行当然喜欢你只看最低的利率，然后忽略那些额外费用。想象一下，你和朋友都想借一笔30万的个人信贷，还款3年。你看到某银行广告利率很低，就直接办了。而你的朋友呢，他除了看利率，还仔细比较了各家的手续费。结果发现，你办的银行虽然利率低一点点，但开办费却收了你8000块。你朋友选的那家银行利率稍微高一点，但手续费只要3000块，而且还提供提前还款免罚金的条款。算下来，你朋友总共付出的成本比你还少。秘诀就是在申请任何贷款，无论是房贷、信贷、车贷之前，除了比较利率，一定要向银行问清楚所有相关的费用。开办费、手续费，这笔钱通常是一次性收取，但金额不小。信用查询费，有些银行会收取这笔费用。提前还款法则，如果你未来有可能提前还清贷款，一定要确认是否有违约金以及计算方式。这笔法则通常是在贷款初期提前还款才会收取。对保费、鉴价费、
房贷过程中还会涉及到这些费用。把所有费用都加起来，除以你实际借到的金额，再计算出你的真实年化利率，这才是你贷款的真实成本。知己知彼，才能避免落入银行的数字陷阱，让你的每一笔借款都用在刀刃上。第5名，活用银行定期定额投资方案。很多人觉得投资是有钱人的游戏，或者觉得投资很复杂，不知道从何开始。于是大笔的钱就继续躺在低利的银行存款。银行当然乐见你把钱存着，而不是拿去投资，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你的钱去赚更多的钱。但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银行都有推出非常适合小资族的定期定额投资方案。它不是让你一次投入大笔资金，而是每个月固定投入一小笔钱，例如3000元、5000元，去投资基金或 ETF。想象一下，小花每个月领到薪水，就先在银行设定好，固定扣款3000块去买一档追踪台湾50指数的 ETF。刚开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，但5年、10年、20年后，这些小钱在市场波动中，透过平均成本法，当市场下跌时，用同样的钱买到更多份额，加上复利的力量，很可能就滚成了你意想不到的一大笔财富。秘诀就是利用银行提供的定期定额功能，强制自己储蓄和投资。选择标的，建议选择追踪大盘指数的 ETF 或指数型基金，或者全球型美股大盘的 ETF。它们风险相对分散，长期趋势向上。坚持纪律，一旦设定好，就不要轻易停止。市场有涨有跌，但长期坚持定投，能有效摊平投资成本。从小额开始，即使是每月1000块、2000块，只要坚持，也能培养起投资习惯。这就像为你自己打造一个自动化的财富增长引擎，它不需要你每天盯盘，只需要你定期投入，让时间帮你累积财富。第4名，理解复利的力量并提早开始。你可能听过复利这个词，但你真的理解它的威力吗？爱因斯坦曾说，复利是世界的第8大奇迹。银行不会主动强调复利，因为复利发挥作用的时间越长，你从投资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多，而不是银行的利息。想象一个经典的故事，小明和小华都想在60岁退休时存到1000万。小明从25岁开始，每月投资5000块，年化报酬率10%，投到35岁就停止投入，然后让这笔钱继续成长。小华从35岁开始，每月投资5000块，年化报酬率也是10%，但他一直投到60岁才停止。你猜谁的钱会更多？答案是小明。他只投入了10年，总共投入60万，到60岁时却能滚到超过3000万。而小华投入了25年，总共投入150万，到60岁时却只有不到700万。这就是复利的魔力，它需要时间来发酵。越早开始，即使投入金额小，最终的财富也能远超后期大笔投入。秘诀就是现在就开始，即使只有一点点钱。投资，将你的存款，哪怕是零用钱，投入到有稳定回报的投资工具中，例如前面提到的指数型基金，让你的钱生钱，利滚利。再投资，尽可能将投资所得的利息或股利进行再投资，这样你的本金就会越来越大，复利效应也会越来越明显。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产，不要让它白白溜走。理解复利并立刻开始，是你能为自己未来财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。第3名，检视你所有小额订阅服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每个月缴的那些小额订阅费累积起来有多少？ Netflix、Spotify、App 付费会员、健身房月费、线上课程平台，这些服务单看一笔可能不多，但积少成多，很可能就吃掉了你不少预算。银行当然不会提醒你这些，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业务，但这些钱确确实实从你的口袋里流走了。想象一下，为了看某部剧订了 Netflix，
后来不看了也没取消。为了听歌订了 Spotify， 但其实平时很少听。为了一个 App 的功能买了年费，但后来很少用。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，一个月可能就多花了1、2千块，一年下来就是1、2万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秘诀就是每月或每季度进行一次订阅服务大盘点，列出清单，把你所有订阅的服务都列出来，包括串流影音、音乐、App、健身房、线上课程、云端储存等。检视使用频率，问问自己，这些服务你真的常用吗？他们为你创造的价值是否值得你支付的费用？果断取消，对于那些不常使用、价值不高的服务，毫不犹豫地取消。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省下了多少钱。共享方案，对于一些家庭共享的串流服务，可以考虑和家人朋友分担费用，降低个人支出。把这些隐形支出找出来并砍掉，你就能把这些钱重新分配到更有价值的地方，例如投资、学习或者存下来实现你的梦想。第2名，自主比外食省多少？你有没有觉得，虽然薪水好像有涨一点点，但物价也涨得厉害，尤其是在外面吃饭。餐费常常是你每月最大的固定支出之一，但很多人却从来没有精确计算过这笔开销。银行当然不会管你午餐吃多少钱，但你每个月花在吃上面的钱，却能决定你存下多少钱。想象一下，小胖每天午餐都吃便当或外食，一份便当100块，再加上晚餐和周末聚餐，一个月可能就花掉1万多块在伙食上。而小瘦呢，他习惯自己带便当，或者只在周末偶尔外食。一份自主便当的成本可能不到50块。一个月下来，小瘦光伙食费就能比小胖少花5、6千块，一年就是6、7万。这笔钱拿去投资，几年后就是一辆车的头期款了。秘诀就是精确追踪你的餐费开销，并尝试自主或规划外食。记账记录餐费，这是第一步，你必须知道自己到底花多少钱在吃上面。尝试自主，即使不是每天，1周自煮几餐也能省下不少。买菜自己煮，成本远低于外食。你可以利用周末备餐，或者购买一些简单的料理包。规划外食，如果必须外食，可以寻找一些有优惠、CP 值高的店家，或者利用会员点数、折价券。减少不必要的饮料、甜点等额外消费。减少冲动性消费，饿的时候容易冲动消费，可以提前规划好每天的餐点。把餐费这个大黑洞管理好，你会发现你的荷包会明显膨胀。这不仅仅是省钱，更是培养一种健康、自律的生活方式。第1名，养成记账习惯。所有前面提到的省钱秘诀，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，养成记账习惯。真正了解你的钱到底去了哪里。银行绝对不会主动教你记账，因为一旦你清楚自己的钱都花在哪里，你就更能掌控自己的财务，而不是让钱悄悄流走。想象一下，小张每个月薪水入账，但月底总觉得钱不够用，却说不出钱花到哪去了。他买了一堆东西，但都是零零碎碎的支出，没有概念。而小李呢，他每个月都用 App 或记账本，把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记录下来。月底他能清楚看到哪些钱花得合理，哪些是冲动消费，哪些可以省下来。有了这份财务地图，他就能更好地规划下个月的预算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更快地达到财务目标。秘诀就是选择一个适合你的记账方式，并持之以恒地记录。选择工具，你可以使用手机记账 App， 例如记账程式 CW Money、麻布记账，也可以用传统的记账本，甚至 Excel 表格。选择你觉得最方便、最容易坚持的工具。记录每一笔，无论是大额消费还是小额零钱，都要记录下来。越详细的记录，越能反映你的真实开销。定期检视与分析，每个月或每季度
花点时间检视你的记账记录，分析你的消费习惯，哪些是必要开销，哪些是可弹性支出，哪些是浪费。设定预算与目标，根据记账结果，为自己设定每月的支出预算，并为你的储蓄和投资目标设定具体的金额。记账不仅仅是记录，它更是一种自我审视和财务规划。它能让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清晰的认知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消费和投资决策。这是你迈向财富自由最关键的第一步，也是银行最不希望你学会的秘密武器。看完这10大银行绝对不会告诉你的省钱秘诀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收获呢？这些秘诀都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，它们都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开始的小改变。聪明用卡，把回馈赚回来；善用高利账户，让闲钱动起来；避开银行手续费陷阱，堵住漏财点；了解政府补贴，领回你应得的红包；看懂贷款真实成本，借钱也要精明；活用定期定额，培养投资好习惯；理解复利力量，让时间为你赚钱；检视小额订阅，砍掉不必要的支出；管理餐费开销，吃出财富；养成记账习惯，彻底掌握钱的流向。这些小改变日积月累，最终会为你带来巨大的财富。它们能让你更清楚地知道每一分钱的去向，让你从一个被动花钱的人变成一个主动管理财富，让钱为你工作的主人。记住，理财就像健身一样，没有捷径，只有坚持。从今天开始，就挑选1-2个你觉得最容易开始的秘诀去尝试改变。当你开始看到成果时，你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实践更多的秘诀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想从哪一个秘诀开始尝试呢？或者你有什么独门的省钱妙招，也欢迎分享哦。关注我，我是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